他竟然用佛心设计，颠覆全球，设计界奥斯卡竟被一位和尚拿下。在繁华都市里，我们常常见到各式各样的设计作品，从现代建筑到电子产品，每一件作品都彰显着设计师的巧思。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光彩夺目的设计作品中，有一件作品脱颖而出，夺得了有东方设计奥斯卡之称的2018 Good Design Award 年度设计大奖。这件作品的创作者竟然是一位和尚，松岛敬朗，来自奈良安养寺的僧侣。通过他平凡却深具意义的设计，让世界看到了慈悲与设计的结合。故事的开始要回溯到2013年，松岛偶然间看到一条让人心痛到颤抖的新闻：28岁的单亲母亲和她3岁的孩子因无人关照饿死在公寓。警察在现场发现家中水电煤气早已因欠费被切断，冰箱中除了一小袋食盐空无一物，桌上却留着一封妈妈的道歉信。真是对不起啊，孩子，甚至让你连饭都吃不饱。很难想象，即使发达如日本，依然有妇女和儿童因贫穷而吃不起饭，活活饿死。在生命的尽头，这对母子该要面对怎样深重的绝望和孤独？而随后松岛看到的一组调查数据，更加让他感到寝食难安。在日本，贫困儿童的比例高达13.9%，将近280万儿童处于贫困中。也就是说，每7个孩子中就有1人是贫困儿童，而单亲贫困家庭比例则高达50.8%。他们没有任何罪过，只是无法选择命运，便要饱受贫穷的折磨，无法饱腹，无法上学，甚至要忍受不胜其扰的病痛，以及同龄伙伴的嘲笑和疏远，甚至一辈子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都说越是看尽底层悲苦人，越容易参悟神性。于是松岛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能做点什么，帮助这些正在受苦的人。思考和观察了许久，他想到寺庙里有很多被浪费的贡品，因为在传统宗教的观念里，民众献上的贡品都是属于神明的。这些食物通常送进寺庙后，并没有人吃，等到放坏了就被扔掉。于是松岛暗下决心，随即发起了这次的获奖项目——寺庙零食俱乐部。将这些贡品转赠给那些连1日3餐都难以负担的单亲家庭。许多人会质疑，将献给神明贡品转赠他人，这不是对神明的亵渎吗？但松岛却十分坚持，他将寺庙里的新鲜水果和点心都搜集整理分类好再寄出去。都说我佛慈悲，度一切苦厄。松岛说，将人们献上的贡品回馈给在社会里生活疾苦的人们，这样神明也会觉得开心吧？神明是否开心，我们无法猜测，但收到食物的孩子们开心的不得了。很多孩子告诉松岛，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零食，这让松岛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是啊，佛不要你皈依，佛只要你欢喜。世上还有什么比孩子们无邪的笑容更珍贵呢？可最难的事情往往不是开始，是坚持下去。从松岛开始发起寺庙零食俱乐部，在这期间，他们一直不间断地向贫困儿童和单亲家庭提供食品、日用品和学习用品。除了寄送零食，他们还会举办生日会，为单亲妈妈和小孩送一些小礼物。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松岛的寺庙零食俱乐部，他们之中有僧侣，也有学生，有工人，也有企业家。后来，其他地区的寺庙也加入进来，联合起来一起为更多困难家庭提供食物。许多企业也加入进来，我们想为孩子们提供咖喱和幸福。这样的爱超越了宗教派别，连基督教会都一起加入串联合作。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网站。在寺庙零食俱乐部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案，上面写着 Hand in hand, heart to heart。 细心的人会发现，拿着棒棒糖的手势叫师一印，意思是佛祖对众生免除轮回恐惧和保护。
松岛和他的寺庙零食俱乐部则负责保护这些贫困家庭和孩子免于贫穷带来的饥饿和困扰。截止到2019年10月，已经有975个寺庙，392个合作组织加入，每月接受零食的儿童数量也增加到约9000个。在俱乐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累计有10万多人获得了援助。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不仅得到了食物，更找回了笑容和自信，懂得感恩，懂得爱与被爱。正是这样的善意与温暖，让寺庙零食俱乐部获得了 Good Design Award 2018年度大奖。许多人在惊讶时也恍然大悟，原来世间最好的设计都有人性的温度，最美的艺术就是爱与善良。松岛说，其实我从未想过能拿奖。创立寺庙零食俱乐部的初衷只是为了看到孩子们的笑容。他这一生听过无数的祷词，都不如孩子那么无私善良。他们虔诚地跪下，双手合十，对烟雾缭绕中的观世音说，谢谢你菩萨，祝你身体健康。有人曾说，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而对于松岛来说，最好的礼物早已藏在孩子们给他的明信片里。谢谢你们的便当炒面，我都很喜欢。谢谢你们送的和果子，可能的话，我也好想能吃一次洋芋片。因为有你们，我们并不孤单。孩子们，去热爱这个世界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松岛的行动看似简单，却充满了佛法的智慧。在佛教中，慈悲心是修行的重要一环。松岛将寺庙的贡品捐赠给贫困家庭，不仅仅是施舍，更是一种佛法的实践。他认为，将食物供奉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比供奉给神明更有意义。这种想法也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寺庙零食俱乐部的行列。无论是僧侣、学生、工人，还是企业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爱与善良。在松岛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修行的另一种形式。传统上，修行常常与闭关冥想等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松岛的行动告诉我们，修行也可以通过服务他人来实现。佛教讲求的是渡人渡己，即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松岛通过他的善举，不仅让贫困的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也让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随着寺庙零食俱乐部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其他地区的寺庙也陆续加入这个行动。这种跨越宗教、超越地域的合作，显示出社会慈善力量的强大。当善意不再被宗教信仰国界所限制，人类的爱与关怀将无限延展。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修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修行不仅是个人心灵的修炼，更是通过行动来影响社会，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获得 Good Design Award 年度大奖，对松岛来说并不是他追求的终点，相反，这更像是一种鼓励，让他在慈悲与设计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设计奖项固然重要，但松岛更看重的是孩子们的笑容。这些来自孩子们的明信片、感谢信，对松岛来说比任何奖项都要珍贵。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回馈，正是修行的真正价值所在。松岛敬朗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们，修行不仅仅是在寺庙里打坐念经，更是将慈悲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设计也不仅仅是追求美学上的完美，更是要有温度、有人性。当设计与慈悲结合，当修行与现实融合，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美好而有意义的世界。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